for the journey, so subscribe and tap the bell if you'd like. Now, let's get into it.Hello， 大家好，我是卡乐，欢迎回到卡乐音乐盒。上集帮大家整理了音乐資訊懶人包，並進行人物雙向介紹。而今天這集，我將從音樂設計的角度進行音樂結構深度拆解，帶大家看看這首歌是如何運用聲學玩味、數位心理學。並且這裡我想先說一下，由於目前我比較熟悉九令，所以今天這集音樂解析依然是偏向從九令的角度來認識這首歌曲。但是透過這集，我也跟大家一起認識 SB19。那就話不多說，現在就讓我們再一次進入 SB19與九令合作的全新單曲 Emoji。 全曲開場由九令的一句 I Bobby 拉開序幕，這句帶有拉丁語系色彩的親昵稱呼，在傳統語境中常處於被動或討好的地位，但在本曲的音學設計中，這段聲音經過了高頻切除與空間定位處理，模擬一種監視器背後的低語，呈現出冷靜、低壓且具備支配感的質地。隨後不斷重複的低語在音軌中形成了一種循環的壓力測試，就像是電腦程式在後台不斷跑數據，正在對聽者的意圖進行冷酷的數位審訊。同時，這裡九令再度使用了宛如 ASMR 的低語。之前卡樂在 Pleasure 音樂解密節目也講解過類似的表達方式，但敏銳的你大概馬上就聽出 Pleasure 和 Emoji 的微妙差異。Pleasure 是一位神秘的至高女王在暗中對所有靈魂的潛意識召喚，在你耳邊如蛇般誘惑低語，企圖喚醒你的七情六慾，把那顆禁果放進所有人的心裡，解放一切的壓抑。Emoji 則像是在數位界面背後的演算法審訊，在 Emoji 裡面，她仍是那位黑暗女王。這次她不自稱媽咪，反而以 Papi 直呼對方，將慾望與誘惑重構成流量陷阱。這種概念上的微妙呼應，正是我覺得這首歌很特別的原因。乍看之下，概念是探討表情符號背後的真實意圖，但歌詞卻不是為了撕開所有假面，而是告訴你，在這個真假難辨的時代，誰有膽說自己活得有多真實？因此，她一開場就先戴上了裝弱的面具，身為渴望被喊媽咪的女王，卻戲謔地喊 Papi。在這種情況下，聽者不但不會感到她是相對弱小的一方，反而是一種下馬威般的欲擒故縱、誘敵深入極端威脅感。開場不斷重複的低語，在音軌處理上使用了明顯的低通濾波器，營造在暗處監控使用者意圖的壓抑感。這段節奏是機械化的斷奏，傳達演算法在後台運算時的冷靜邏輯。你可以把九令想象成是這首歌的系統核心，當它的低語切入，音樂正式從待機狀態進入運作模式。進入第一段主歌 I wake up, I log in。 我蠻喜歡這段歌詞的概念，每天睡醒都是在登入這個世界，登入這個系統，也暗示了 SB19 在這首歌是登入世界的人們，而不斷在背後低語的九令正是那位促使人們前進的原始動能或支配者。Lights hit my face, and I'm in. Got the neon skin, I'm glowing. 這段寫得很有賽博朋克的味道，描述的不是陽光，是熒幕光。當光打在臉上的那一刻，我們才正式登入社交人格。霓虹皮膚隱喻了濾鏡，我們在網絡上呈現出的光鮮亮麗，其實是一層數位塗料，掩蓋了現實中可能有些疲憊的真實面貌。Sweet little cover for a messy place。 這句是全曲的核心隱喻之一。Messy place 指的可能是混亂的居住空間，也可能是破碎的心理狀態。利用一張張精美甜美的照片來當作防禦工事，讓外界只看見自己想讓他們看見的。在 Pablo、Stell、Ken、Josh 接連秀出一段不同風格的強烈饒舌之後， SB19 當中唯一沒有出現在第一段主歌的團員現身了。隨着 Justin 的這句歌詞出現，歌曲進入導歌階段。抽離了節奏，剩下神秘的低頻貝斯，營造出技術性的壓迫感。同時，這裡請注意 Justin 的項鏈以及這段舞者排列出的陣型出現的變化。全曲有很多舞蹈動作都在呼應 Wonderwall 的築牆防禦，但這段卻明顯不同。陣型就像是一場召喚儀式，正在召喚某個至高存在的降臨。隨後進入副歌，強勁的節奏和貝斯以及神秘異國色彩的合成器同時爆發出來，在聲學上模擬了資訊過載時的爆裂感。有趣的是，這首歌曲的異國神秘元素運用真的很像某個時期的九令，這點我等等會說明。副歌歌詞 I kinda like the thrill, distorting things I feel。 這裡描述了一種數位自虐，正常的感知是直接的，但現代人習慣透過扭曲來呈現生活。這種將真實自我親手毀壞並重組成完美樣貌的過程，帶有一種病態的快感，暗示
是人們已經對平淡的真實感到無趣，必須透過扭曲來獲得存在的興奮感。Emoji knows the drill。Knows the drill 是一個很關鍵的片語，意指對這套流程了若指掌。這說明了情緒溝通已經變成了工業化的流水線，表情符號取代了複雜的人類情感，成為了一種不用動腦的生存套路。I fake it cause it's real, that everybody's ill. 我偽裝是因為這才是真實，每個人都病了。這是全曲最驚悚也最精闢的社會觀察，進行諷刺性的邏輯反轉。既然集體病態是事實，那麼偽裝只不過是社會生存哲學。副歌尾聲，整團集體召喚的那個人終於現身了。進入第二段主歌，這段在混音上刻意減少了過多干擾，以低沉飽滿的貝斯搭配，就像隔了一層牆的節奏，營造出極度純淨但十分過癮的大空間听感，也凸顯人聲的穿透力。他在這段展現了極高的支配感，在聽感上有點像是英文版的我呸，但聲音表情卻比過去作品都更加猖狂，就像是規則的制定者直接用聲音告訴你，他來這裡是為了殺爆全場。他的超霸氣歌詞生動表達了现代人的社群偵探行為，人們最愛放大照片看細節，放大檢視他的一切，卻從不檢視自己活得有多不堪。但面對這些窺探，現階段他的態度是，你們就儘管對號入座，浪費生命去吧，本天后只管在旁邊優雅地喝茶。這裡點出了表演者與實力者的差異，有些人只是表面的數位閃粉，看起來亮眼，但經不起考驗，而真正的強者是純金，無論你怎麼刷新熒幕，他永遠是那個讓你停下手指無法忽視的流量核心。諷刺只敢躲在熒幕後打哈哈的人，卻保留了9令式的不會太過咄咄逼人的溫柔。他同時鼓勵對方，如果你想要真東西，那你要勇敢一點。這是全曲最核心的宣言。這句歌詞乍聽是在說自己是表裡不一的濾鏡女王，外表是為了大眾而存在的華麗包裝，因為她有私密不公開的靈魂。但其實不僅如此，這或許正合理解釋了為什麼9令在這首歌的唱腔中帶有一種第二人格覺醒的感覺，就像是拿他自己的心路歷程來點出全曲結論。一直以來，表象女王都在努力保護裡象靈魂，因此天性低調內向的她才能在喧囂的世界裡，以一種局外人的姿態扮演着那個強大的女王。哪一個她是真實，哪一個她是武裝，已經不是真或假可以解釋的。即便她扮演的強大女王不一定是最真實的她，這個女王卻在險惡的真實世界保護了她內心的那個脆弱的公主，因此她才能支撐到今天。Bridge 是整首歌的情緒轉折點，是這場數位循環的終站。音樂進行了微妙轉換，加入了多層次人聲疊合，就像在聽覺上把一切流量與數據拉回靈魂之流，聽起來迷幻而虛無。就像我剛才想說的，這首歌給我9令舞娘時期的感覺。同時，舞娘後半段的拜月陣型也巧合地與 emoji 有所呼應。更巧的是，如果你有看我的莉莉絲與七宗罪背景故事解說節目的話，也許發現了9令與 Justin 項鏈藏着的玄機。9令的項鏈是新月， Justin 的項鏈則是纏繞玫瑰的長劍形十字，而且在常見的滿月拜月陣型下，新月被召喚降臨。如果這不是刻意安排的彩蛋，那我只能說這真是太巧了。如果你不是9令的粉絲，這裡我簡單介紹一下。蔡依林的 Pleasure 是一張透過被抹除的神話角色視角來探討女性自主覺醒和七宗罪的概念專輯。貫穿整張專輯的是華語音樂史上最前衛的黑暗危險主題，關於人性與七情六欲的赤裸探索。身為頂尖天后的她，甚至用一場大型巡迴演唱會來展演莉莉絲的故事，包含巨蛇繞場以及大量的誇張史詩級場面，很酷，對吧？當最後一波能量在最終副歌釋放完畢，音樂回歸到開場時那種簡潔的脈衝音，這首歌點出了數位時代的在場悖論。特別的是 emoji 並非盲目鼓勵做自己，而是給出了更現實的觀點。
現代人本就一直在切換不同版本的各種人生濾鏡，誰在公司群組按出違心的笑臉表情，誰狂開濾鏡，誰不修片不上鏡，誰在社群網站上只炫耀最好的一面，誰努力活給別人看，誰跟風，誰虛榮，黑暗女王全都看在眼裡，但她並不斥責你，相反的，她喜歡你的醜陋，她享受人性的真實。這首歌並不公審你是真是假，而是再次強調靈魂的形狀只有自己看得清。無論濾鏡修圖、妝髮整形是武裝出來的強大自我，還是濾鏡背後的脆弱自我，你當然可以對外活成你想活成的樣子，但當回到房間看見自己只是不完美的普通人時，依然要記得對內擁抱自己的真實面，擁抱那總是不夠高分的自己。謝謝大家上集留言提供好多資訊，因此今天這裡我想更正一下，原來 SB19 剛出道時並沒有接受嚴格的韓國訓練，甚至曾經遭受過冷落對待。基本上他們的一切成就與實力都是靠着互相幫助與努力的自主訓練爭取來的，真厲害。接下來我會以另一個新系列，也就是跟大家講了很久的那個小系列，來繼續更新 emoji 的後續音樂資訊。這個小系列暫定名稱是卡樂快報，會參考我小時候在台灣看的音樂電視台或娛樂新聞的模式，快速整理最新的音樂資訊和懶人包給大家，變成一個小小的新聞站，也可以及時以正確資訊導正一些時候的錯誤風向。所以歡迎訂閱頻道並開啟小鈴鐺，持續追蹤卡樂頻道。如果你有什麼想法或建議，也可以留言說說你的看法。當然 Pleasure 系列第3集也在制作中，我有看到大家的敲碗，只是制作這系列我有點壓力，但是總之完成後會發一篇預告通知大家的。好啦，以上就是今天對 emoji 的音樂解析，那麼請保持健康善良與好奇心。我是卡樂，我們下部影片見。